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5月20号到5月26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虾皮让司机一天工作12小时。虾皮近期推出了隔日到货的服务，这与虾皮在菲律宾测试的新模式有关系。该模式就要求商家缩短出货时间。那尽管台湾目前只是建议商家赶快出货，但强制要求下去，这真的是时间问题。第二，丽婴房布局新马电商。丽婴房因为去年亏钱所以现在正在积极寻求新兴市场的商机。那这与大品牌开始重视跨境市场的趋势是大概都是一致的。第三，台日韩金融业找虚拟网红代言。韩国跟日本已经有金融机构采用虚拟网红那台湾的国泰世华银行也推出了虚拟双胞胎姐弟这种做法成熟了以后，就会变成 Seven 的那个 Open 奖进阶版除了是吉祥物以外，它还能直播带货。记得订阅加按赞，我是电商Tony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的话，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发生什么有趣的新闻。好啦，我会挑3则我觉得重要的，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那这一集我们讲的是5月20号到5月26号所发生的电商新闻。第一个新闻，虾皮让司机一天工作12小时。它新闻标题是写说，电商平台一政策害惨物流，司机一天工作12小时，血汗内幕曝，各种理由被扣钱。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就虾皮近期推出了隔日到货的服务，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但这项便利服务带给物流业者更大的压力。很多人需要每天工作12个小时。那我是这样看这新闻好像这新闻乍看之下跟电商没什么关系，是物流的关系但其实是有你要搭配另一则新闻来看就这个标题叫增强卖家竞争优势，虾皮在菲律宾再次缩短发货时间好，就快还要更快这样。其实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电商就要这么快那虾皮现在在菲律宾测试新模式以前在订单确认以后2天之内出货就好，那现在是改成隔天要出货然后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新的退货服务，就算对方已经出货，那消费者只要改变主意就可以申请免费退货，那这个运费则由平台方负责那我们把这2个新闻一起看，你就会知道虾皮的养套杀手段现在杀的真是越来越激烈。台湾目前只是建议商家赶快出货隔日到货那个功能还没有强制你只要上我虾皮你都要用这样可是他在菲律宾已经在要求商家出货的时间要给我缩短，轮到台湾应该也是迟早的事情而已。第二个新闻，丽婴房布局新马电商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它股票代号2911嘛好，那2023年丽婴房的营收为30.73亿元，全年税后净损5.23亿元那现在正在寻求新兴市场的商机，今年先锁定马来西亚新加坡来做跨境电商我是这样看这新闻我觉得这个有趣的地方是，他们的跨境电商出发点居然是马来西亚跟菲律宾那要经营东南亚市场而不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跨境就是要跨到欧美其实如果你有在看我们前几集的节目，你就会发现现在的大品牌都有在认真开始去做跨境市场的布局，不是只有我们想要往外扩散很多跨国的平台其实也都很积极的要进入台湾市场，像韩国那个 Coupon 嘛，这个就不用讲，这个积极到这个台湾投审会应该都很怕那这个事件我认为是跟 AI 发展有关系就我们之前讲过Pinkoi 台湾的那个就文青比较高级的你要送礼物大概会去上面逛。好，这个 Pinkoi 进军日本市场，靠的就是 AI 技术的来做翻译所以我们也可以很合理的推断，这些跨国公司也会透过 AI 来降低跨境电商的难度，比方说各种商品叙述问与答，然后还有客服尤其是客服。好，第3个新闻，台日韩金融业找虚拟网红代言那讲一下这个标题不用真人明星的台日韩金融业找虚拟网红代言就先说结论我觉得是怕被告如果要被告的话，你去告那个虚拟的数字人这样。好，
那许多金融业者开始使用虚拟网红来代言他的品牌，南韩和日本等地已经有金融机构来采取虚拟网红。那台湾的国泰世华银行也推出了双胞胎姐弟 Luna 跟阿波罗反正就念阿波罗然后并且在 IG 上记录日常生活，成为行销的重要工具，就帮他开一个账号，然后有人去经营这样我是这样看这新闻这件事情早就应该要发生，因为中国都玩给我们看那这个需求太强烈了品牌端很需要代言人来曝光产品但是找代言人就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会越来越贵嘛今天这个代言人跟你合作，他有名之后价钱越来越高，第二个就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翻车嘛这个事情发生了太多次了，你看那个以前找 Toys 来代言的，现在他贩毒被关对，那你随便 Google 一下网红翻车这个超级之多好像做网红就是等着翻车一样那你可以把这件事情想象成这个我说虚拟偶像这件事情，想象成 Seven 那个 Open 奖的加强版这个加强版就是说 Open 奖还可以怎样，还可以直播带货他会讲话，他会互动，他不是录好的影片在聊天室里问他问题，他真的可以马上回答你这样那就很不错很厉害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5月13号到5月19号的3件电商大事。第一，虾皮让司机一天工作12个小时。第二，丽婴房布局新马电商。第三，台日韩金融业找虚拟网红代言。讲八卦，我现在最看重的反而是第3点，就那个虚拟偶像。我们现在看到还是金融业在试水温那以中国来说你可以去查就查数字人就这种虚拟偶像不好命名就 AI 做了假的人然后他们在中国已经叫做数字人了那你要查这相关新闻就是叫数字人就对了，你可以去做自己的数字人，你可以让数字人去帮你24小时直播然后那个数字人真的会回答问题，直播间有人问问题，他真的会去回答然后数字人在讲话的声音跟口型都有对，你可以去了解看看，因为我整天都在关注中国大陆那边的新闻这个没办法，人家电商就是比我们还要卷我们台湾竞争叫激烈，他们电商那个竞争叫惨烈中国电商应该比我们台湾领先，我看5年有，以前我会觉得领先3年，我现在看一看应该是领先5年然后数字人他们已经用到烂了，为什么？数字人无怨无悔不会要求加薪水24小时帮你工作，不会翻车只需要电费，就这样，太夸张，而且男的要多帅有多帅，女的要多正有多正，真的很夸张数字人，然后那个形象我不跟你讲是数字人，你应该都认不出来那这是假的，真的假你就打好一篇稿子喂给他，叫他念，然后你开直播互动，他真的会去抓聊天室的文字，然后接另一套 AI 来回答问题，像 ChatGPT 这样回答问题，然后透过这个数字人把它念出来然后让他自己去卖货。好，之前我还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就是他让2个那个我们台湾直播还没玩的那么夸张中国的直播不只是电商，好像我花样很多啦，它叫连麦连麦就是我开一个直播，然后再骂人然后我可以直接连麦，如果对方同意的话，我们2个就是同一个直播间它画面就分割左边跟右边，然后我们2个互骂就这样好，那有趣的地方在哪里？他就做了2只数字人连麦然后这2只数字人互相问问题然后互相解析，互相讲，一直聊天，这样可以聊24小时不间断，然后言之有物。你也可以中途乱录问他其他问题，去引导那个对话，很夸张。你就看到一男一女，然后男的超帅，女的超正，然后他还戴首饰的看久才会发现他是数字人。如果你乍看之下，哇，天哪，这真的假的？对数字人你可以观察一下。至少我现在在台湾电商市场，我还没看到谁在毛起来去使用数字人矩阵去卖货当然未看先猜这个1年之内脚步比较快的应该就会发生了大概就这样跟你分享数字人来做电商，实现24小时直播，然后节目要多精彩有多精彩，身材要多好有多好，对，一定会有一大群脑粉然后就贡献了非常多的业绩。为什么？因为这对台湾来说都是新的东西那个品牌商可以去了解看看不管你是要从1688批货来卖，或是买来自己要用，那我是都很推荐1688代采购。你只要先在1688上选好你的产品，在买即可贴那个网址就可以直接下单并且用
巧巧郎飘郎这个 app 来做报关跟收货，就能够一条龙轻松的解决物流跟金流的进货问题，让你轻松购物、轻松进货。那优点的话，系统的操作又很简单，它汇率又稳定，它又能节省运费的成本，然后它又是台湾本土公司，你找得到人，客服也 OK， 金流也安全所以如果你有想要了解更多的话，资讯栏有连结，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得到那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电商的资讯，我是电商 Tony 陈，我们下集影片再见。